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14日星期一，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俄罗斯警告用卢布支付外币债务。俄罗斯财政部周一表示，他已批准了偿还外币债务的临时程序，但警告说，如果制裁阻止银行兑现发行货币的债务，将会以卢布支付。西方对乌克兰事件的制裁切断了俄罗斯与全球金融市场关键部门的联系，引发了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声称俄罗斯无法履行其主权债务义务的说法是不真实的。财政部长 Anton Siluanov 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有必要以卢布来履行我们的义务。政府将于周三支付 1.17 亿美元购买2个以美元计价的债券。该部表示，他已批准了一项临时程序，允许银行以外币付款，但表示这些付款通过的可能性将取决于制裁。几家俄罗斯银行已被禁止进入 SWIFT 国际支付网络，阻碍了俄罗斯对外支付的能力。如果无法付款，财政部表示将以卢布偿还欧元债券，这相当于违约。最近几周，卢布已跌至历史低点。西卢阿诺夫说，几个西方国家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和政府外汇账户，将人为造成俄罗斯对外债务违约。南华早报，联合国秘书长，核冲突并非不可能。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周一对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后提高其核力量的警戒线敲响了警钟，称其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发展。古特雷斯告诉记者，核冲突的前景曾经不可想象，现在又回到了可能的范围内，并再次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俄罗斯于2月24日开始入侵乌克兰，迄今已导致超过280万人逃离乌克兰边境，数十万人被困在被围困的城市，同时引发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广泛制裁。俄罗斯总统上个月底表示，俄罗斯的核力量应该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引发了人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导致核战争的担忧。美国官员表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看到改变华盛顿和警戒级别的理由。古特雷斯说，现在是停止恐怖，走上外交与和平道路的时候了。他还表示，联合国将从其中央应急基金中再拨款4000万美元，以增加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援助。他说，这笔资金将有助于将粮食、水、药品和其他救生援助等关键物资送入该国，并提供现金援助。俄卫星社，中国正成为全球科学领导者。中国学术论文的引用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这一结论来自美中欧的一组研究人员研究结果。他们在科学计量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统计结果。在他们看来，以前被纳入计算的国家对世界科学贡献的指标是不正确的，结果中国的贡献被低估了。早在2015年，中国的学术论文总数就已超过欧盟，而在2019年，中国在这个指标上又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领先者。然而，通常认为，在科学研究质量方面，中国科学家不如美国甚至欧洲同行。采用了评估学术论文的通用方法，选择了世界科学出版物总数的 10% 和 1%， 选择标准是引用次数。根据这些标准，前 10% 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的美国作者远多于中国作者。在科学计量学上发表研究成果的研究人员想知道这些数据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事实证明，不仅估算了论文总数及其引用次数，还估算了进行工作的特定科学学科的比重。换句话说，相同数量的学术论文和不同科学领域的引用给出了不同数量的评分。科学计量学的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方法不公平。在他们看来，任何一个国家对世界科学的贡献都应该简单的以科学论文总数与被引用总数的比例来考虑，而不是根据论文的类别添加什么系数。如果按照研究者们的方法重新计算，
结果发现，在2019年，在被引用最多1%的作品中，有1.67%的论文作者是中国科学家，1.62%的论文作者是美国人或美国人只是论文作者之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早在2019年就在顶级科学论文数量上超过了美国。尽管引用学术论文数量这一标准被认为最为客观，但它仍然非常有条件地反映了某国在特定领域的能力。当前中国在材料科学、化学、工程和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并且在应用科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即科学技术如何在实际层面加以应用，在这方面中国具有一定优势。但是在基础科学方面仍然较为薄弱，即科学技术的上游领域，比如数学、物理，包括被掐脖子的芯片技术等。目前，美国仍在科学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正是以此为基础。这不只涉及芯片，例如机器学习的开源平台，世界各地人工智能开发人员使用的平台，由美国公司谷歌、Facebook 和其他公司开发。美国的操作系统 Windows、iOS、Android 仍然是全球最常用的操作系统。即使是托管开源 IT 项目的最大 Web 服务 GitHub 也是美国的。然而，中国在过去10年中取得的进步依然是惊人的。例如，自2011年以来，中国顶级科学论文数量增加了5倍以上，而美国仅将这个数字提高了3%。1980年，中国国家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不到1%，现在超过2.4%。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研发总支出增长了14.2%，达到4400亿美元。再到2025的5年计划中，对技术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预计研发费用每年增长7%以上。同时，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由6%提高到8%，尤为强调诸如芯片生产、量子计算机、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等突破性技术。马斯克表示，通胀来临时拥有实物资产而非现金。随着通胀以几10年来从未见过的速度咆哮，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拥有实物资产而不是现金。周一，马斯克在美国东部时间午夜左右的一条推文中，这位特斯拉创始人说，作为一般原则，对于那些从这个话题寻求建议的人来说，在你认为是好产品的公司中拥有房屋或股票等实物，通常比在通货膨胀率高时使用美元更好。即便如此，马斯克表示，他仍在持有加密货币。我仍然拥有并且不会出售我的比特币、以太坊或 Doge。他补充说，在通货膨胀时期，投资者可能会转向实物资产，如商品，因为通货膨胀会推高这些持股的价格。马斯克对加密货币的评论在数字资产削减涨幅之前，短暂地推高了比特币的价格。比特币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7点30分左右，几乎触及38940.47美元。根据 CoinDesk 的数据，比特币的价格在2022年下跌了近19%。MicroStrategy 首席执行官 Michael Saylor 早些时候在 Twitter 帖子中将加密货币吹捧为抵御通货膨胀手段。疲软的货币将崩溃，资本从现金、债券和价值型股票转向稀缺财产，如比特币。这2位首席执行官被称为加密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都将比特币添加到各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马斯克过去的言论经常影响数字货币的价格。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